连环杀手9年间杀害5名女性，即兴挑拨警察，详列分尸细节，百万警力竟还让他逍遥法外，最终却不让执行死刑。大家好，我是 Loki， 关注我不错过奇案更新。今天给大家讲日本大阪最残忍的连环女性分尸案，片尾有谜题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1985年9月的一个秋日，奈良县警高田署的署长办公室里，一封神秘的信件被送到了桌上。信封上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高田署长亲启，署名处赫然写着怪人22面相。署长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写满挑拨文字的纸条，要是能抓到我，尽管来试试。我已经选好了下一个目标，你们绝对抓不到我。时间回到4个月前，住在大阪市东筑吉区的46岁家庭主妇东富佐之，因为一场争吵，于1985年5月14日抛下丈夫和3个孩子，选择了离家出走。没有收入的她只能使用假名，在西城区的一家酒吧工作。1985年5月28日，一位经常光顾酒吧的顾客邀请佐之出去吃晚饭。这个顾客我们就叫他老 A 吧，因为觉得是熟悉的人，佐之也就爽快地答应了。吃完饭以后，老 A 带着佐之回到了自己的公寓，两人却因为是否还要喝酒这个问题吵了起来。没想到老 A 忽然暴怒，并勒死了佐之。随后老 A 用塑料布铺满了卫生间，在这里他用锯子和菜刀分解了佐之的遗骸，并丢弃到了神户市西区的树林里。在所有人眼里，佐之不过是离家出走了而已。1个月后，1985年6月16日，老 A 在通天阁散步的时候遇到了19岁的女孩，知念绿。起了色心的老 A 上前去搭讪了女孩，得知她是一名智战学校的学生。2个月前，他悄悄地逃出了学校，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。心生歹念的老 A 带小绿去吃了一顿寿司，然后把她骗回了公寓，并侵犯了她。事后，小绿让老 A 给自己1万日元作为零花钱。老 A 再次暴怒，他跨坐在小绿身上，用双手掐死了小绿。和上次一样，老 A 布置好卫生间，把尸体切成碎块，装在纸板箱里，用租来的车把遗骸运走。第二天，奈良县警方接到了报警电话，有人在3好町的一条农路旁发现了小绿被肢解的尸体。警方勘探了现场后，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杀人碎尸案，于是在高田警察署设立了专案组，负责调查此案。3个月后，洋洋得意的老 A 胆子越来越大了。为了戏弄警察，他模仿日本著名的森永事件中的怪人21面相，化名怪人22面相，开始给高田警察署寄挑战信。在森永事件中，怪人21面相绑架下毒，引起全国恐慌，130万警察都没能抓到他。如果大家点赞过1000，我给大家讲森永事件。回到挑战信，信中充满了挑拨的话，还详细描述了杀害小绿的经过。他还在信中直接告诉了警察自己带小绿去的那个寿司店的名字，甚至把自己切割遗体的顺序都说了出来。看到警方气急败坏的老 A 可高兴了，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1个月之后，老 A 听说有警察调查了他经常去的酒吧，这可吓到老 A 了。于是他心生一计，再次利用怪人22面相的名称给高田警察署寄信。这次的信里，他说自己要去东京了，以后不会再犯罪了，还附上了一张已经用过的去东京的车票。结果自己悄悄地继续潜伏在大阪。那你猜老 A 之后会收手吗？如果会，那就没有我们的后半部分了。1987年1月22日下午5点30分左右，老 A 在路上遇到了从补习班下课回来的9岁女孩石角宫美子。老 A 再次动了邪念，他把女孩绑回了公寓，正在准备进行下一步犯罪时，女孩开始边哭泣边尖叫。因为害怕邻居发现，老 A 在慌乱中就勒死了女孩，然后把遗骸遗弃到了大阪县丰能町的山林中。没有在这次犯罪中尝到甜头的老 A 心里觉得自己亏本了，于是先后5次打电话给女孩的家人，意图骗取3000万日元赎金，但最终他也没有拿到赎金。4个月后，1987年5月4日，9岁女孩石角宫美子的遗骸被发现。因为她的身材比较小，可以顺利的放在纸箱里移动，所以成为了所有案件中唯一一个没有被肢解的受害者。事后老 A 潜伏了一段时间，但耐不住身无分文，
只能尝试偷东西。这个时候的老 A 还没有太多技巧。1989年到1991年，分别因盗窃罪被判入狱2次。他在监狱中服刑到1993年3月，仅仅4个月以后，老 A 就耐不住了寂寞，把45岁的小吃店女主人须田和之约回了家。正准备一番云雨时，和之开口问老 A准备给自己多少钱。以为遇到了爱情的老 A 气得半死，反身就掐住了和之的脖子。确定没有呼吸以后，老 A 熟练地分尸，并把遗骸扔进大阪户建定的山中。几天后，老 A 又因为没有钱，开始了偷盗的生活。他会把偷来的衣服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在中央区居酒屋打工的38岁女子中野喜美子。一来二去，2个人竟也成了熟人。1994年3月下旬，老 A 约喜美子去了自己的公寓。一番云雨后，喜美子开口要了钱。不出意外的，老 A 掐住了喜美子的脖子。这次老 A 把尸块扔在了上一位受害者须田和之的附近。1994年4月4日，警察局接到报警电话，在山中有人发现了尸块。警察迅速赶到现场，开始搜索。在离现场约150米以北的地方，发现了另一具遗骸。通过牙齿确认2具遗骸分别是45岁的小吃女主人须田和之和38岁女子中野喜美子。1年后，1995年4月10日，偷窃成性的老 A 因为从西装店的仓库里偷窃了48条西装裤而被捕。在调查的过程中，警察意外地发现，老 A 的指纹竟然匹配上了10年前挑战信中提取的那枚指纹。没错，就是那封老 A 用来调戏警察的挑战信。老 A 真是自己挖坑埋自己，找死。在一阵大记忆恢复术之后，老 A 承认了伤害5人的经过。到这里，这个9年间杀害了5人的连环杀人犯终于落网。老 A 真正的名字连田安利也终于被世人知晓。连田安利于1940年7月10日出生在爱媛县大洲市，他的父母是向旅馆提供筷子的生意人。连田经常向同学吹牛，说自己是这些著名旅馆的继承人。父亲去世后，他于高中2年级退学，去大阪去学手艺。20岁时回到家乡结婚，生了1男1女后，妻子就离世了。之后他换了很多工作，带着孩子搬到了大阪市最混乱的西城区，在这里和酒吧里认识的女子再婚了。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这个后妈。再婚几个月以后，连田就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。他经常暴跳如雷，随时都会掐住妻子的脖子，殴打妻子。最终都是孩子们看不下去，把后妈护在了身下，才得以平息。不久后，连田在外边好上了其他的女人，就离开了这个家。他的孩子后来都由这个后妈在照顾。之后，连田开始以盗窃为生，把偷来的衣服和装饰品卖给当地的女性，因为卖得很便宜，也得到了女性的好评。这些女性形容他胖胖的身材，满脸笑容，虽然穿着破烂的夹克和裤子，却很有魅力。大家都很亲切地叫他小莲。也就是在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有魅力的人的9年里，他疯狂地杀死并分解了5位受害者。但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，法庭上连田开始了自己的表演。调查中，连田对9岁的石角宫美子案中，除了索要赎金外的所有罪行都供认不讳。但在1996年3月13日庭审中，他全盘推翻了指控，坚称自己是无罪的，还主张凶手是其他人，他只是帮忙处理了尸体而已。警方实验室通过声纹分析得出，赎金电话中的声音与连田的声音非常的相似，但辩方要求委托权威机构进行声纹分析。专家指出，勒索电话中的声纹与被告连田的声纹只有10%的相似度，并判定该声音是其他人的声音。另外，连田也否认了所有的盗窃事件，他说自己没有任何关于盗窃的记忆。直到1999年3月24日，大阪地方法院认定5起杀人案全部有罪，判处连田死刑。连田开始多次提出上诉，经历了多次庭审后，最高法院驳回了连田的上诉，确定了死刑。但最让人搞笑的是，世界人权组织认定日本的死刑极度的不人道，在各方强大的压力之下，连田的死刑时间拖延到了近10年后。我个人非常不理解，为什么要浪费资源去帮助一个杀害5名女子的连环杀人犯？受害者中的1位还只是一个小学生，屏幕前面的你能理解吗？
终于在2016年3月25日，75岁的连田安利与杀害3名男子骗保的连环杀人犯吉田纯子一起被执行了死刑。如果大家点赞到2000，我就把这个涉及4名护士的连环保险杀人案也做出来。接下来是答案时间，上期的谜题我会放在这里3秒钟，没有看过或者忘了的粉丝可以在这里暂停回顾一下。1、2、3，现在我公开上期的谜题答案。死者在箱子里放了一块干冰，干冰非常的坚固，同时由于干冰的升华现象，当尸体被发现时，干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箱子和地板也不会湿。这些都是答对的粉丝，你们都超棒。那些没有留言的粉丝，你们答对了吗？接下来是谜题时间，你能解开谜题吗？一间房间中，一男一女正在激烈的争吵着。男的叫索罗，是一名逃犯；女的叫潘妮，曾是索罗的女友。不过自从索罗犯罪被捕后，2人就分手了。索罗逼迫潘妮，他要求潘妮交出以前他给到他的首饰。刚出狱的他需要钱生活，索罗认为那些首饰是原来犯罪的赃物，既然他都为此蹲了监狱，那理所当然他可以拿回他们。但是潘妮却不愿意，无奈索罗对他发出了死亡警告。潘妮无奈只好把首饰交了出去。他希望索罗离开前在一起喝一杯酒，他倒了半杯酒递给索罗，索罗没有动，他害怕酒中有毒。潘妮看他心中有疑虑，先喝了一口，索罗于是放了心，接过酒一饮而尽。一会儿他就觉得头重脚轻，原来酒中真的有麻药。潘妮马上跑了出去，报警把索罗拘捕了。当警探来到现场后，他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立即知道了潘妮使索罗中麻药而自己不中麻药的方法。你觉得潘妮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不中麻药的呢？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，答案会在下期视频公布。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奇案，推荐观看这边的视频，点击小铃铛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是 Loki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